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要采访的队伍有一点特别，在之前或许没有什么玩家认识他们，但是在上一次的比赛之后，几乎每个关注奥西里斯联赛的玩家都知道了他们。今天所要采访的对象就是入围奥西里斯联赛8强的队伍之一3379。今天跟我一起采访的玩家就是来自3379的 Staver， 他是来自乌克兰的玩家，他今天是以文字的方式来跟我进行采访。首先需要他介绍一下自己的队伍，然后他的队伍名字的来源是什么，有什么背后的意义吗？ Staver 的回答 United Fit Team 是一个比较年轻但是拥有比较有经验的领袖，非常积极活跃的联盟。那当然也是需要他去介绍一下自己的团队成员，他的团队是由什么玩家所组成的，里面的结构是什么。Staver 的回答，他们的队伍大概有15个队友是在今年之前的奥西里斯联赛中是有经验的，他们从2261王国来到了他们这里，是在第8赛季阿努比斯战区的8强。另外5名队友是有一些奥西里斯联赛的经验，对于其他玩家来说，这是第一个奥西里斯联赛。在他们的队伍中并没有太多强大的账号，他们还是有一些 VIP 时期的玩家。那确实这一点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点不利的，因为大多数的老牌队伍呢都是已经 SVIP 了。不过在他们的队伍中呢，还是有一些有经验的玩家，像他所描述的还是有15位，就是说超过一般的玩家，并且还是有5位玩家是有一些经验的。这个情况跟我之前所采访的3174队伍有一点相似，他们也是从其他王国招募了一些玩家过来跟他们一起参加奥西里斯联赛。后面他还有补充到每个玩家在奥西里斯联赛里面的职责。他们的团队指挥进攻路线指挥是由 Hammer H1 来领导，也是负责俄罗斯语的路线。至于防守路线就是他自己本人负责的，就是 Staver。 所以他们这个团队是真的很年轻，他们目前的状况就是从一场比赛进步到下一场比赛，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成为队伍的领导者。但其实他曾经在3304、2268中参与过奥西里斯联赛，还有之前他也是有加入过 B2 的队伍参加全球巅峰赛，不过都是以普通的队员出场。从 Staver 的描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其实他不是那种新的玩家，他是曾经有累积过经验才组织队伍的玩家。那这里想询问 Staver 要如何标签又或者是推广他的队伍给其他的玩家知道呢？他们的口号是 Play Smart and Win， 就是用聪明的方式获得胜利。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玩家的活跃度还有玩家的沟通水平。所以 Staver 他对他的成员们是有要求的，应该要负责任参与每一场的练习赛，并且纠正他们的错误，要懂得英语或者是俄罗斯语，并且要能够使用语音来交流，拥有良好的账号，就比方说 VIP 19，统帅比较好的装备还有军器。那我个人认为装备跟军器方面呢，大多数玩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尤其是参加奥西里斯联赛的队伍。但这边 Staver 也是说到了重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参加每一场练习赛，并且要指出问题所在。下一个问题，你最难忘的奥西里斯联赛经历是什么？你觉得奥西里斯联赛哪方面最吸引人呢？ Staver 的回答肯定是上一次的比赛，从来没有在游戏中感受到这样子的情绪。最有趣的就是分析其他战队的比赛，并寻找好的获胜策略。他这里所说的上一场比赛呢，就是跟60 GT 的那一场比赛。相信那场比赛不是只有让他印象深刻而已，大多数玩家都印象深刻，也可以看得出他们对于比赛的重视性。这里需要麻烦 Staver 介绍一下自己的王国定位还有未来方向。他说他们的王国依然还很年轻，才500天而已。他们是 A 等级王国，拥有120亿战力和9000亿击杀。目前联盟礼物等级已经达到34级，拥有4颗星星。KVK 成绩是4胜1败。但是王国的领袖从第一天开始至今是从来没有变过的，也就是他自己本人。暂时他们的目标就是保持在 A 等级的王国，有足够的能力去玩耍就可以了。以我观看奥西里斯联赛的经历呢，在以往的奥西里斯联赛我是从来没有看过3379的出现，所以想问一下 Staver 他们为了这一次的比赛做了什么特别的准备吗？ Staver 的回答，这是他们第一次的奥西里斯联赛，他们从去年9月开始就已经在建立这个队伍了，过程中有包括账号分类、寻找奥西里斯联赛的指挥、移民策略训练，还有测试队员。后备的2D 队伍就是在之前小组赛就已经失败的队伍，又或者是已经输给 GV 的队伍。查看账号还有账号培养计划。对于每一场比赛他们所做的准备就有包括观看对手之前的比赛，也就是回放，
与协调员讨论可能的策略。如果他们在比赛中会使用到一些策略，就会跟相关的玩家讨论，还有跟他们的队友一起训练。3379确实是有备而来的。想问一下3379在训练的时候遇到最大或者是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 Staver 的回答：时区的问题，联赛成员们的纪律问题，延迟通知没有办法参加练习赛。最后一个就是相信多数的队伍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当他们在 KVK 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训练，因为部队人数不足，没有办法让他们训练15分钟。即使在部队返还之后，有 50% 的玩家也没有办法完成训练，因为没有办法在练习上花费加速。这里所列出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的联赛成员们都会遇到的问题，只不过 Staver 这里就整理得很清晰，到底有什么问题他都有说出来。那3379一周训练几多次呢？有没有专门陪着一起训练的队伍？ Staver 的回答：他们每周会跟队友们一起训练2次到3次左右，这个取决于比赛的时间。对于一些有特别职责的队员来说，他们会训练的更多次。每个联赛队伍都有他们自己的游戏风格，并且使用他们的强项。3379也会尝试跟不同的团队联络，跟他们一起练习，以获得更多的经验和灵活性。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所以你想要打赢你的对手呢，最好的做法就是多跟他们训练。对于3379而言，遇到或还没有遇到最强的队伍是哪一队？为什么？Staver 的回答：目前他遇到最强的队伍就是60GT， 他想大家都应该知道为什么。Staver 的回答真的就只有这么短而已，后面没有解释原因。那我个人推测啦，因为60GT 在以往的记录呢都是常胜军，一直都是拿下奥西里斯联赛区域赛冠军，都已经获得5个赛季的冠军了，所以对于多数的队伍来说，60GT 应该算是比较强的队伍，但是他们打败了60GT，所以我就接着我的问题了，我是少数观战了整个60GT 打3379的比赛过程，发现到3379的表现非常聪明和出色。相信3379在那一场比赛中做了很多的训练和准备，也因为那一场比赛让大家更加关注3379对于60GT 有什么看法，还有当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的。Staver 的回答：老实说，他们认为那一场比赛对他们而言是肯定会输的，但他们决定按照他们之前准备的过程来进行比赛。当时候他们明白他们在那一场比赛中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因为他们的账号都比60GT 的玩家还要更弱，所以他们不得以某种方式来减少60GT 的野战部队数量。这一次的准备毫无疑问对于 GT 来说是完全没有竞争能力的。3379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他们唯一能分析的想法是游戏的开始，大多数的团队在开始使用同样的动作时，他们派出了3支快速移动的体翼部队，以推迟敌人占领方尖碑的速度，但只是延迟了对方获得方尖碑的速度，对于 GT 这样强大和经验丰富的团队来说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他们团队指挥他们建议使用神策，他们明白现在就是机会，因为他们拥有更高的执行能力，他们有机会获得 GT 方尖碑的首战。然而这个计划只有他们的指挥知道而已，其他的队友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在比赛前30分钟才收到了通知，并且他们是完全没有跟其他的队伍练习过的。所以根据 Staver 的回答，这一次的比赛真的是惊险中的惊险，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练习过，只要稍微有一点闪失，他们有很大可能就直接被淘汰了。但也因为3379他们勇于尝试而改变了整场比赛最后的结果，也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比赛。那3379有为接下来的比赛有做任何的准备吗？有没有一些隐藏的技能呢？ Staver 的回答：他们会专注于下一场的比赛，并且使用回原本的计划。那3379有没有信心可以打到决赛并且获得冠军呢？你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是拥有行动力的年轻队伍，他们是比赛32强中最年轻的王国。排除索贝克战区，他们的目标就是做他们能够做到的所有事情。但对于现在的成绩来说，是已经让他们印象深刻了。或许3379也没有想到他们能够进入8强。不过3379也是为我们展示了，并不是只有一些老牌的强队才可以获得胜利，年轻的王国也是有机会可以获得胜利的。那么最后就是 Staver 想要补充的一些话。那这里 Staver 就说到一些比较严肃的问题，就是当他在报名奥西里斯联赛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关于报名的问题，报名的规则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他们没有办法让一些来自其他联盟的玩家注册报名，他们没有找到报名规则，不知道在参加了普通的 IG 之战之后是不能参加奥西里斯联赛的。当他知道的时候去询问了客服要怎么解决，
但是当时候客服给他的建议是报名一些没有参加埃及之战的玩家。Stave 也是听从了客服的建议，但是在第二天，也就是注册之后，莉莉丝跟他们说，他们可以帮助 Stave 增加其他的队友，但是现在的队伍里面已经是没有空位了，因为 Stave 在昨天是已经帮其他的玩家注册了。但是让 Stave 不满的事情，就是因为客服他在前一天，也就是他要注册报名之前呢，还没有跟他们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导致到他去注册了其他玩家的账号，而造就成他们的队伍中是没有其他的空位了，因为客服给他们错误的建议，而导致到他们变成这样子。那虽然奥西里斯联赛跟埃及之战是不能同步进行的，如果是有报名的玩家，这个大多数玩家都知道，但是各位要记得3379他们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王国，可能不知道这个规则，所以难免会犯错。但是你们也可以看到 Stave 他第一个举动呢，就是去寻找客服，只是客服给到他错误的建议，而变成他们的队伍没有选到一些比较重要的队员。那关于他没有报名到一些队员去参加比赛呢，我是有询问过他是不是一些比较重要的队员之类的。那 Stave 是跟我说过，其实有其中3位玩家是重要的成员，可能是负责集结或驻防的。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帮 Stave 去反馈，希望不要因为这个报名的问题影响到他们后续的比赛。最后非常感谢来自3379的国王 Stave 接受我的采访，因为我一联络他呢，他就马上接受了。说实话，我反而会希望像3379这样子比较新的王国在奥西里斯联赛中脱颖而出，展示给所有玩家知道要如何使用策略还有灵活性来获得胜利。也希望3379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精彩的表现。3379有没有可能又再次战胜老牌的强力队伍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各位记得留守每一周的奥西里斯联赛，我们下个影片再见。